早安，午安，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早安。在这支影片里，我会介绍一颗手感有如泡泡纸般爽脆的轴体，它就是闪电轴。其实这支影片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今年1月，也就是台湾一个键盘玩家社群“键盘好贵”的第2次聚会。它是一个台湾的客制化键盘的爱好者都会知道的聚会，在那里会有各式各样的天价键盘出现。某方面来说，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盘纳聚会，因为这些键盘真的是贵到不行。在那场聚会里，虽然有多到爆的上毫米的盘，还有各式各样令人匪夷所思的盘，但只有这把吸引到了我的注意力，因为它实在是太特别了，特别到我都专门做了一集把它复刻了出来。没错，它就是 Command 65加闪电轴，它们两个的组合可以说是绝配。有闪电轴的超大段落，加上 Command 65的软中带硬、硬中带软结构，组合起来根本就是泡泡纸啊！你听这个声音。而除了 Command 65结构的加持外，一把键盘的手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轴体。一颗好的轴体往往可以把键盘提升到另一个档次，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让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主角——闪电轴。我们先来说说闪电轴的背景故事。闪电轴是无缺 Studio 在去年10月接机他们在8月的分体式轴体 AN 轴下一系列的作品，而这一系列总共有7颗轴体。分别是红轴、黄轴、石英轴、静音线性轴4款线性轴体，以及重茶轴、闪电强段落轴、静音段落轴3款段落轴体。后来他们还有追加一款莫兰迪轴，听说表现也不错，在 Layermin Gold 那边也是榜上有名的。这一系列的轴体大致上覆盖了目前主流的轴体类型和手感，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萌新玩家在2元区间内拥有可以无脑冲的高性价比轴体选择。我天哪，好长！也就是想要成为新手玩家群的首要选择。那么他们做到了吗？我不太清楚实际的情况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。就我所知，后来还有被玩家持续讨论的轴体只有3款，也就是重茶轴跟闪电轴，还有后来新增的莫兰迪轴啦。但他们活下来不是因为他们是萌新玩家在2元区间内可以无脑冲的高性价比轴体选择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打字感真的是太爽了，因此在玩家社群内慢慢流传。后来误打误撞了，就以段落感作为卖点，重获了新生。接下来让我们来深入了解闪电轴。首先来看看它的外观。对，它是黑白色的，从外观上真的看不太出来它跟闪电有什么关系。叫它太极轴或者是熊猫轴，我觉得还更贴切一些。先来看看上盖，闪电轴的上盖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非常一般的上盖配置。没有导光柱这种奇怪的东西，而它在上方有一个无缺的 logo， 用来表示是无缺的轴体。现在市面上有品牌的轴体都会有个小 logo 在这个位置，用来跟其他的轴体区分开来。然后它在前端有留一个圆形的小灯孔，这个是用来插 LED 用的。不知道在2023这个贴片灯满地横飞的时代，还有没有人会无聊到去慢慢插 LED？But whatever， 这是底壳。在底壳的屁股，他们给它开了2个洞，看起来有点涩涩的。我却说这样做是为了空气动力学，让轴体进而提升顺滑感，类似加达龙 Cap 轴在轴心柱底部开孔的概念。那我有感受到顺滑感吗？坦白说，我觉得没差。轴体内部那一些空气动力不动力的，我感受不太到。反而我感受到在底部开孔的轴声音都偏低频、低沉的声音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？看完了外观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颗轴的内涵。闪电轴因为一开始是打算给玩家入门用的，所以他已经先把轴体给润好了。他们说他们的后场润方案是不输手润的，还说可以成为懒得润轴的绝佳借口。所以我想看看他们的场润到底做得如何。导轨的部分看起来油上的有些过多了，也没有推得很均匀，甚至在导轨底部有一层薄薄的油脂附着在这边。幸好它不是导轨处理的轴，不然这颗轴体应该就要直接进垃圾桶了。在轴心的前方有个大块的油脂残留，不过好在没有碰到主要的摩擦部位。最后则是轴心柱，这非常可怕哦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它是有润滑过的，具体表现如何，我们等等再来看。然后我们来看看闪电轴的弹簧，它是一根22毫米的单段弹簧。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觉得这肯定是个狠角色，这回弹一定顶破天。为了给你们个震撼，我来做个对比。这个是蒂芙尼 V2 的弹簧，大概是14毫米，也就是传统弹簧的长度。而这个是黑莲轴的弹簧，长度大概是18毫米，是一个挺标准的加长弹簧。而这个是闪电轴的弹簧，真的是又粗又长，对吧？我很期待它等等的表现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底壳，底壳在轴心柱的顶端有很明显的一圈油脂，看来轴心柱的确是润过头了，希望它不要出事。闪电轴在弹片上也有小小的润滑过的痕迹，这好坏就交给大家自己判断了。
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头戏，也就是闪电轴的手感以及声音表现如何。其实从开头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给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啦。不过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还是来详细介绍一下。刚刚我们有看到它的长刃，简直就是乱搞一通，原地起飞。但其实那就像是一朵从污泥生长出来的莲花一样，在手感上我没有感觉到明显的油腻感，但它的顺滑度也就一般般。闪电轴如果仔细去按的话，是可以感受到摩擦感的，也有一些阻尼感。但如果不仔细按，随便啪啪啪高速敲击，因为它段落感的关系，其实感受不太到。说到段落感，这个是闪电轴最大的特色。闪电轴的段落感非常的明显，而且干脆，而且触发段落感的行程非常之短，一按下就是段落感，一往下，就没了，就是这么干脆。而它触发段落感的力度大概是75克，而它还有30克左右的压力差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段落感。而到底要回弹时，手体会被直接顶起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超闪弹簧的功劳，这造就了它有如泡泡纸一般爽脆的手感。而这些综合起来就是一个爽字，我想这就是大家会喜欢它的原因吧。接下来说说声音，闪电轴是由尼龙外壳和 PON 轴芯组成的，这材料的组合让它的声音偏低一些，而且感觉声音有点散散的，不是那么的集中。以现在轴体的表现来说，并不是那么的理想，我想这跟底壳开了孔多少有些关系。另外，我听说有些玩家会说它有很明显的弹片音，这是真的。闪电轴在打字时，如果仔细去听，会听到一些细微的弹片音，但如果把它放到麦克风前的话，这根本就是轻轴等级。声音似乎并不是闪电轴的强项，但公平起见，让我们来仔细听听这颗轴的声音吧。最后的最后，我想说说我推不推荐买这颗轴。你们也猜得到，闪电轴对我来说声音虽然不太理想，但以它的段落感对应到它的价格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，可以买来当做玩具玩玩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，在影片结束之前，请不要忘记留下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的频道。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C 群或者是 QQ 群。在里面我们会有键盘的深度交流，有姑姑的迷因频道，对键盘有兴趣的你可不要错过了。另外，我在礼拜日的晚上7点有1/2的几率会更新。我是早安，大家晚安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